Hello，大家好，我是百元大叔奥菲斯。之前的几期呢，给大家说了宙斯的几个情人，其实他的情人啊，可远远的不止这些。大叔只是给挑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宙斯不仅情人众多，老婆也不少，仅仅是12主神中就有3个人是他老婆。第一个是天后赫拉，第二个是赫斯提亚，第三个是德摩克尔。这3位啊，不仅是他老婆，还是他姐姐。而其他的主神除了海王波塞冬，要不就是他的子嗣，要不就是他的儿媳。可以说啊，12众神基本上是被宙斯一家被包揽了。那些声名显赫的重要子女呢，我们后面慢慢说。今天主要说他其他的几个女儿，虽然神位没有很高，但是也经常在西方的艺术作品中出现。宙斯啊有一个老婆，虽然没有位列12主神，但是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她的名字叫特弥斯，位列12泰坦之一。从辈分上来说啊，算是宙斯的姑姑辈。这种混乱的家庭关系啊，咱们就不说了，相信你看了几期之后对此也见怪不怪了。毕竟咱们不能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理解高高在上的诸神家庭。特弥斯是正义女神，她的标志物一般是天平和一把剑。如果你在作品中看到这2样物件，一般都是这个女神的象征物。当然她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物，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如果后面遇到我们再说。这2位啊，婚姻的结晶是时序3女神和命运3女神。咱们这一期啊说时序3女神，既然是时序，那自然是自然季节的象征。那么为何只有3个人呢？时序不是应该有4季吗？其实是这样的，在希腊啊，冬天不是很冷，所以古希腊人认为季节只有3季，春夏秋，把冬季也并入了秋季。所以时序3女神其实象征的就是春夏秋3季。这幅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画，法国学院派创始人普桑的作品，随着时间之神的音乐起舞。这幅画是罗马教皇克雷芒9世在他还没有成为教皇之前向普桑订购的。当时的他也是一位当时顶尖的文化人，一如普桑的众多画作一般，这幅画充满了典雅、和谐和浓郁的古典气息，画面中也充满了各种隐喻。首先，这是一幅以时间的流逝作为主题的画作，在画面的正上方的乌云上，一位青年手持黄金的圆环，站在黄金战车之上，一位身着黄色衣裙的女神在前方撒花，另外有几位簇拥在青年四周，围成了一个圈。这位青年啊，就是太阳神阿波罗，他手中的金环则象征着黄道12宫。这个场景象征着时间的永恒，因为太阳神一年会巡游完黄道12宫之后周而复始。而前方开路的则是黎明女神俄斯，她带领众人穿过黑暗的云海，迎来黎明的阳光。然而大名鼎鼎的阿波罗在这幅画中只是配角，下方的时序3女神和陌生的男神才是主角。我们接着往下看，在画面的正中，3位女子和1位男子围成一圈，正在起舞，可以说和云端之上的黄金圆环以及阿波罗周身女神围成的圈交相呼应。她们就是时序3女神和1位不知名的男神。头戴着玫瑰花环，身着蓝色上衣的女神就是春季的象征，她发丝飘扬，如同少女一般的眼神，似乎啊正向你暗送秋波。侧脸面对你的女神则是夏季的象征，珍珠的头饰，金色的长裙和凉鞋，透出一种富贵感，也正如夏季给人的感觉，繁花似锦。最右边戴着亚麻头巾的女子则是秋季，和之前的2位相比，她的穿着简直朴素到简陋，没有上衣也没有鞋子，只有一条金色的裙子。之所以将3个形象塑造成这样，其实是有隐喻的。春天代表了享乐，夏天代表了财富，那么秋天呢？这个我们之后再说。我们先说那个神秘的男子，那位背对着我们，赤着脚，身着深色长袍的男子，带着枯萎的花环，发型凌乱。他回眸看向身后的女子，那位象征着财富的夏天。这里应该怎么理解呢？普桑和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不同，之前的画家更多是匠人，而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所以他的创作主题偏重历史化，并将人置身于自然风景中，来构造一种人与自然的统一。他的构图也更加偏重意境，善于营造和谐的意境，所以这幅画就应该这么理解了。身边的男子其实象征贫穷，而朴素的秋之女神
则象征勤奋。而这个和谐的圈应该顺时针来看，享乐让你忘乎所以，所以陷入了贫困，贫困让人痛定思痛，开始勤奋，而勤奋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得财富。正如画中表现的那样，不仅贫困正试图看向财富，而勤奋也试图抓住财富的手。普桑其实是通过这幅画来警示世人，人生的四季也一如事件的四季。画面左边的雕塑和右边的老人同样也是时间的象征。左边的雕塑是双面神雅鲁斯，他掌控起源，是开始的象征。但是头上的花环和坚硬的石头形成了对比，鲜花隐喻刹那芳华，而石头则是永恒的象征。他脚下的丘比特正吹着泡泡，表示着人生虚幻，如同泡泡一般。右边背身双翅，正在弹着竖琴，为主角伴奏的老人是时间老人克罗洛斯，他擅长收割时间，而时间也是生命的本质，时间走完，则生命逝去。他脚下的丘比特正把玩沙漏，这里也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但沙漏刚刚开始计时，说明这场舞蹈才刚刚开始。普桑的这幅画充满了时间的隐喻和富有禅意的警示，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点4个起舞的人中有3个人都是手拉着手的，唯独勤奋没有拉住财富的手。那么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普桑认为一旦你陷入了贫穷，即使你勤奋也很难再获得财富？这种观点是不是过于悲观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谈一谈你的观点。好了，这期关于时区3里程的视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